We are in the Huanyu Business Center。下に行くとニンニクの味がしない。とても濃いチキンスープの味です。你要吃正餐啊，或者是甜点、饮料、调酒、果汁，全部都是可以点到饱哦。不过当然要早一点进来，才不会来不及要去赶飞机。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影片我要来介绍我平常剪接影片用的软体 CapCut， 就是剪映的国际版。最近发现它多了几个很有趣，有的又还蛮实用的小功能，因此就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使用后的心得。我频道里面的所有影片都是用 CapCut 剪接的，而且全部都是用手机版本的，所以只要有一只手机，现在你也可以拍摄、剪接以及出片。最重要的是，这个软体竟然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下去吧。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CapCut 这个软体来剪接影片呢？我频道里面的所有影片都是用 CapCut 这个软体剪接出来的，而且我全部用的都是手机版本的哦。CapCut 这个软体的功能非常的强大，除了基本影片的剪接、添加音效跟音乐，还有一些影片的转场，以及后续字幕的一个自动辨识，甚至是增加贴图以及影片特效等等，全部都可以在手机版本的 CapCut 里面完成。而且除了部分的特效需要付费成升级版本以外，其实大部分实用的功能，只要在免费版里面就可以全部完成了。我也是全部都用免费版本来剪辑我的影片。当然，如果只是用手机来剪片的话，手机的品质就蛮重要的，因为手机的萤幕比平板跟电脑小的很多，所以如果有很多精细的，比如说时间点、音乐的控制，或者是咬字的剪接，需要比较精细的调整的话，用手触控常常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画面会被手指挡到，导致于剪接的时候不是这么方便。所以当初我在换手机的时候就想说，选择了有触控笔的三星 S23 Ultra 独特的触控笔功能，这样我在剪接影片的时候使用触控笔就能够更细微的去调整一些细节咯。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用手机来剪接影片的话，预算够的人可以直接买最新一代的 S24 Ultra。目前 S23 Ultra 的价格也是蛮平价的，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哦。这次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4个我在 CapCut 发现的蛮新奇的功能，有些功能还蛮实用的，也许之后的影片都会用上哦。第一个就是预告一开始就出现的影片翻译器的功能，这个功能超神奇的，它可以把你讲话的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而且连嘴型都跟着一起更换，甚至它连讲话的声音都是模仿我原本的声音。我们来实际操作下面的影片看看，只要把你想要翻译的影片选出来，这个时候要注意，我原本使用了一段比较长的影片，剪接出我想要使用的片段去翻译，结果实际出来会有问题，它会抓不到我真正要翻译的那个段落。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语言翻译的功能，先绘出一段你真正要处理的影片。官方建议的片长是5秒到5分钟都可以，不过我实际使用起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的时间其实还蛮耗时的。30秒的影片大概就要10分钟左右的制作时间，而且如果真的选了接近5分钟的影片的时候，我发现它制作的速度会一直卡住，没有办法真正的完成。所以我建议大家先从30秒到1分钟的影片来试试看。实际操作的过程就是把影片放入之后，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影片翻译器的功能，选择你想要翻译的语言。目前是有英文跟日文2种选项可以选择。之後就是開始讓它跑咯，我們就跳過翻譯的流程，直接來看結果。彼の鶏スープを飲んでみましょう。酸味がかなり強いですね。まあまあですね。とても濃厚で香りが良いです。下に行くとニンニクの味がしない。とても濃いチキンスープの味です。そして鶏の脂の香りは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いいですね。アイスティーを注ぎます。ロングアイランドアイスティーの味はないようです。レモンカクテルです。アルコールの味はそれほど強くありません。そのジュース感、これは私たちの印象のロングアイランドアイスティーのようです。味が少し違う。是不是还蛮有模有样的啊？
像我真的就是讲了另外一种语言呢。不过这个功能我实际使用起来，除了发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处理的时间比较久，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实际使用5分钟的时候，常常处理会停顿卡死，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第三个问题就是它基本上是辨识你讲的语言是什么文字，然后把它翻译成你想要翻译的语言。所以如果你是讲话比较咬字不清楚，或者是讲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名词，他并没有听懂，在翻译的过程就会出现错误。那如果你是听不懂那个语言，比如说像我听不懂日文，到底它翻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比较适合想要拍短影片的人使用，片长不会太长，整个影片都有你的人脸，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哦。第二个功能还蛮实用的，跟大家介绍就是人脸打光的功能。像我之前影片常常为了要消除脸上的一些瑕疵，会直接使用脸部润饰的功能来调整。这样子的好处是可以让脸部马上变得比较平滑，但是缺点呢，就是使用了润饰之后，感觉影片的画质会下降，而且如果修饰的过多，脸也会看起来比较不自然。那自从有这个新的人脸打光功能出现之后，我发现使用之后，它会让你的脸好像有一个柔光打在脸上，所以气色、肤质会变得比较好，不过却保留了原本人脸的纹路与细节，看起来更为自然。尤其是如果拍摄时的光线比较不足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后置改善它。实际打光的光源也有很多种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个柔光最为实用。其他一些比较特殊的光源，可能是你要拍一些比较特殊的片段会比较用得上。我们来实际看人物打光里面的一些细节。点击你想要编辑的段落之后，选择打光，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可以针对脸部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创意来打光。我们选择脸部，选择脸部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有蛮多种光源可以选择的。我们先选脸泛柔光这个选项来试试看。点进去之后，它其实就会预设帮你自动打光了。假如你觉得很满意的话，其实就不用再做任何的调整。不过，其实它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再点进去。我们可以点进去设定里面，就可以发现，其实它还可以设定光源的类型是要点状还是平行的，连光的颜色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些细节像是光的强度、半径、距离、亮度等等，或者是你的光要针对人来打，还是针对背景，或者是两者全部一起打光。光源也可以选择不止一种，可以选择2、3种以上来混合。有了这个人脸打光的功能之后，我应该以后的影片也会以打光为主，润饰可能就不会是主要使用的功能。第三个功能是在相机追踪里面的 AI 移动。这总共有4种功能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个蛮适合让你一个人用自拍棒在拍摄影片的时候，让你的影片看起来有更多的变化，感觉就好像是有一个摄影师拿着镜头在帮你做运镜一样。自拍棒放在固定的地点来拍摄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画面比较单调或单一。有了这个 AI 追踪的功能之后呢，看起来整个画面会更灵活、更有动感。那我们就来用一段影片来试看看。他就故意把那个酱汁洒出来一点点，就会有这个脆皮啊。他就故意把那个酱汁洒出来一点点，就会有这个脆皮啊。第4个功能呢，在预告的最后一段有出现，也就是背景移除的功能。这个功能其实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不过之前我都不太确定它到底要怎么样来使用，会让我的影片更丰富。不过最近来使用了之后，发现还蛮好用的，也推荐给大家使用看看。最实际的使用时机就是在你想要保留人像却不想要背景的时候可以使用。比如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使用背景移除咯，因为我不想要整理我的房间，可是又不想乱乱的出现在画面上，所以我就垫一张底图，让它当我的背景，我就可以直接拍出画面来。但是它实际操作的流程有一点复杂，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操作的方式。如果大家有发现更方便的操作方式，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哦。第一步当然是选择你想要去除背景的影片，选择这个影片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按下移除背景的功能，它就直接把人像给保留了。保留下来之后呢，你就要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图当你的背景。如果你没有适合的底图，你也可以回到 CapCut 的首页，按下文字转影像的 AI 生成影像功能。这边我们来示范，我们只要打上一些我们想要的描述，比如说你想要有沙发，想要有客厅、
背后有一幅画，你就可以告诉 CapCut， 它就帮你生成一幅图片。那这个图片，如果你想要它的比例是符合现在这样的16:9的话，还可以再使用 AI 扩图的方式，让你的照片可以直接符合整个画面满版的比例。做好这张图之后，我们再回到刚刚去除背景的影片段落，把这张图加入我们的影片中，然后再把刚刚那个只剩下人像的影片按下重叠，这个时候它就会跑到2轨，所以就是你可以把人像叠在你刚刚的背景图上面，就形成像是绿幕摄影棚的效果咯。那当然不仅是图片，如果你想要背后叠的是影片也是可以的。这边也推荐给大家几个 AI 可以生成影片的网站，利用刚刚讲的这些功能，我们就可以保留人像背景，选择我们自己要的画面，就可以组成一个像是摄影棚的感觉，拍出你想要的画面。以上就是我在最近 CapCut 更新中发现了4个有趣又实用的功能。I don't know if you've noticed yet, what other interesting features does Kaka have? We can discuss it together. では次のエピソードの映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じゃあね。